我们是蒸汽机车，末代皇帝。他们是京张铁路南口机务段最后一批关沟段的蒸汽机车司机，他们操纵蒸汽机车运行在平均坡度33%的长大坡道上，它的操纵难度相对于内燃、电力、高铁来说无法比拟。有人说能在关沟段操纵机车上下山，再跑其他的铁路均不在话下，所以这些师傅也被称为离地3尺活神仙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维。在将近10年前啊，我和京张铁路的老火车司机们有一次令我非常难忘的精神聚会。他们是南口机务段的3代火车司机。为什么说3代呢？我邀请来的86岁的徐永春师傅于1951年参加铁路工作，经过学徒、司炉、副司机，于1960年晋升司机。他是我在南口这些80、90岁老火车司机里边唯一找到的一位操纵过马来4型蒸汽车的司机。还有2位60出头的王师傅是1975年进入铁路的，他们是徐景春师傅的徒弟，是南口机务段担当关沟段交路的最后一批蒸汽机车司机。55岁的赵师傅和58岁的马师傅呢，是1979和1982年进入的铁路，他们是南口机务段最后一批蒸汽机车司炉和副司机。这2位啊，是2位王师傅的徒弟辈，也都受过老徐师傅的指导和点拨。虽然工作条件艰苦，任务繁重，责任重大，工资也不高，但这些师傅们对于这份工作仍然非常热爱。他们专注于高难度的操纵技术，即便在南口机务段淘汰了蒸汽机车，改配操纵简单的内燃机车之后，他们专注的精神啊，仍然影响着徒弟辈。当然呢，也影响着我这样的铁路迷。我的中学时期几乎就是在火车头上度过的，每天在京张铁路上听着这些大车们聊他们的往事，对他们呀是非常的敬佩。这一次呀，我把他们约到了京张铁路昌平车站红野钢厂的2台上游型蒸汽车旁边，让他们穿上曾经的工作服，拿起曾经用过的工具，一块聊一聊火车的故事，在一块探讨一下火车各部件的这个工作原理。这3代师傅啊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蒸汽机车了，我能感觉到他们面对曾经熟悉的老伙计啊，内心是非常的激动，而且对于曾经掌握的这个技术呢，还是那么的娴熟。在他们的讨论中啊，我觉得这2台机车好像让他们给说活了似的，因为火车、铁路早就跟他们的生命啊融为一体了。所以这火车和铁路不仅仅是交通工具，实际上它是历史和人文的载体。由于师傅们长期工作在噪音非常大的火车头上，再加上激动的心情，所以啊，他们说话的嗓门非常大，输出的能量太高。我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啊，都差点让他们给说懵了。不过呢，我捕捉到了一点，他们身为蒸汽机车司机这种硬汉形象下不太善于表露的，就是他们这师徒3代啊，时隔若干年再次见到彼此，而且呢又一块探讨着曾经非常热爱的工作，他们的内心啊是非常感动的。好嘞，朋友们，我啊就先不多说了，咱们一块穿越到10年前，跟这些老火车司机们欢聚一堂。师傅，嘿，师傅，师傅醒了吗？啊，师傅醒了吗？醒了，快坐起来。哎，我进来吧。哎，进来。我是特想跟您一块看看蒸汽儿去。哪儿都是玩儿，这都是50年代东西。哦，我找出来了。嚯，还会折腾什么？得了，这拿着吧，走到那儿一穿就完了。行，我就怕晃眼吧。啊，没事，走。那给把钞给我。我走了，这拿得了，没事儿。哦，还有谁啊？哎，来，这家伙是我老师傅家。这就是再没有比我老的了吧？就算没有再比我老的了。那可不。是啊，这告别他多少年了啊？不，30多年了。老爷多大岁数了？您86了哈？86，
啊，这我还现安的这个哦这个把都是我自己弄的哦，还真行，还挺好。嗯我多少年没来了，好家伙！嗯，徐叔，坐在车边低头看书，清楚我是谁了吧？王明森。咱坐火车长城站该个那是你坐是您说呢？当年那车不是就9公里吗？不一会儿是就到了。那原来我是谁呀？你呀，我也想不起来。王志强，王志强，对，这是我的好徒弟，是吧？都不是王志强、王明森、马洪明，知道吗？马洪明都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叫什么呀？你我也赵炳福。说了半天就是赵炳福，您想起来了吧？都认识。切，我现在不干了，这叫王明森啊！我就大夫多好。这都那退休了还干什么呀？你看徐主任80多岁还身体多棒，真的。那个前日还种地呢。你老向着他，是吧？你也没我没是吧？不是这个，你当然典型车，你得向着点啊！366的。我们是2446。前366，您是我带的时候您带665， 65，您开多少钱？李子瓦们开多少？杨子仁开多少钱？我都是。我刚一上班那天，我在坐的那个开洗澡去，谁是哪台车的？倒背如流。像现在我都倒背如流。要不说你脑瓜好，我这那阵儿给媳妇烧火，媳妇红叶烟3包2，早起起来烧我们家肘子，要不加肥肠康庄啊，一宿2盒红叶，好家伙！完了，一烧火，老四我别老天啊，老冒黑还行啊，讲究小圈快速，那炉门一开开，知道哪儿缺火。这说的啊，这都够40多年，是啊，得40多年，40多年，40多年，50年了，50年了。我75年上班，第一任司机长王建国掉地沟里边嘛，这简便车找不着，我听着吧，哎呦，我一看，皇上你瞧这个，我以为多浅呢，一掉下老30多岁，给背上来了，简便司去。那天简便是跳地沟是不算回事，那不算回事。现在让我上跳地沟，好家伙，我得爬去，弄一板您都过不去了。后园就是咱们铁路弄那个蒸汽机车展览馆，就是蒸汽机车展览馆那些所有的车头，全是我给弄出来的。从康庄啊，连康庄带南口的，所有的是什么了？就快50年了，50年都，75年，对，51年了。我们刚上班75年，真快。我们都60了，你想想，我们今年都退休了。我刚来的南口机务段，好像您第一面见着您告诉我，您问我是什么叫上下行啊？老师教我说好家伙，这上坡不就上营部去？告诉说往北京开始上营，这老师傅教我。我一上班，媳妇665司机长，李子瓦664，任荣5575。梁振仁5219，我那是王建国366，高富祥3510，那个司机长3510那车后边是你刚上班的时候啊？我刚上班的时候，徐老就已经当老师了。102司机李世兴现在活着呢，李世兴那是982司机长，李世兴还活着呢，是吗？现在指导级的啊，罗志岛广东人。罗指导还活着，但是罗指导活下不了楼了，下不了楼了，罗东哥下不了楼，下不了楼了啊！当年讲安全的不是讲罗指导，西直门东边一道冒出嘛，就是后有人叫西直门再进东边一道限速15公里啊，不能超过15，那也是停不住，就这么来的啊！人家撂非常，他说都那停啊，他说他不停，我怎么办？出去吧，出去。老了，是时间老了，那家伙这80多了，您这个没有了，再老的没了吧？看这沟啊，地沟给您开出来，您迈腿儿。哦，好嘞，这地沟没事，这地沟比咱那窄。这个地沟这儿宽敞。多少年了？这上游咱们等于南口没用过，我们来了以后，
没用过。哎，用过。不是，咱们上游啊，你们来以后没有了，我来的时候还有一台。原来再早前南口车型是最杂的车型，因为南口是客货混编机务段，就是又跑客车又跑货车，吊小运转。上游有啊，有这个唐山出的，有倒车，这个是唐山出的，走过去还得。您从这儿，您从这儿，好，慢慢的，哎，慢慢。脚下没根了。那什么喷的，行了。多少年？这也不行，多少年了？对，这家伙都多少年了，锈不动了。对，估计这东西都打不开了，肯定打不开。别拿了，肯定打不开。别弄了。锈死了，没有打开的。哎，你这一比划就完了。没有打得开的了。拿球棍砸子。别弄了，打不开。弄不开。你送那叫偏心杆儿。对，哎，偏心杆儿。它偏心曲管月牙板上，它主要连接这阀装置这套。对。这车走给气全是它的。对，它这气跟气室，滑阀偏心杆的啊，不是，它是偏心杆曲管，它连接这那个月牙板。月牙板连接哪儿？月牙板连接气室，气室上面那个滑板，它就是气门大小，它靠它。这不是这个，它主要月牙板就这个。跟人往为一块儿。它是控制什么呀？它是偏心杆儿，这不是偏心杆儿吗？偏心杆儿带着月牙板，完了拉着这个扳机杆儿连接这气门。哎，你知道手把搁多少？搁多少牙上头，就挂几档。哎，就是这个，知道就靠这个。一般咱们那个频道上都是30、35。对。到上山50卯一点。哎，对，50、知道吧？这就是汽车的他妈档位。太大了，哎，二哥，这是气缸。咱们使那个895是哪车？使哪车来？咱们跟抗战倒车晚上石头笑都窜出来了。没有，是什么调的？上送保值我们跑嘛，跑车这杆就弯了，咱们上251这杆就别弯了。扳机杆就这么立着弯的。为前面肯定有，就气室就怼了。气室里边他妈那账圈碎了。对。账圈碎了，打开一看，后来账圈从这口打开了嘛，这是那哪儿什么前引擎这一口，打开一看账圈碎了。过去给油，你看这个，它为什么叫？它连着扳机杆来回动啊，拽动它动啊，压油机，拽动它动了以后就压油机。对，压油机呢，它往各轴上加油。哎，并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哪个呀？咱们那回是哪个松了？这个螺丝松了，垫片掉了。它不是，实际上我在南口接班时我都敲了。康庄走晚上通勤车嘛。啊，你康庄倒车上251，它是前置是大4条螺丝。对。松了，这松了，但是磨合腰，回头给我弄个他妈苗子，我操！今天来的这些师傅里边有没有您的原来的伙计、副司机、司炉有给您干过的吗？原来我得干过呀，这就干过呀。原来王师傅来，王明跟王世良来，王师傅一块儿。周兄，这是王世良，那是我没说吗？王世良的那就徐老干过。是啊，我们一上班，对，徐叔开车，我们没上班，徐老就当老师了。你给徐叔也行啊。对，王世良，这个是。我在306的时候刚一上班，徐老师665司机长。这都是，又为什么他是最小的？他们小。咱这一看，这都在这儿呢，可不都在这儿，轱辘都在这儿了，还没丢。这是逆转器，手把风缸，手把管它的，那叫手把风缸。给气大小快慢的，这手把能不能动会儿？手把靠它来驱动。哎，对，提高了半径杆，到气室。这车走就是全指他是走了，他给气就走，人给气在排气都在他身上呢。徐师傅，我想让您说说那个8步给油法啊，您还记得吗？让我说呀，徐叔可能记不住了，太多了。让王明森说，我行了，谢谢。王明森说，让王明森你说那个口诀。我告诉您那口诀呀，我告诉您那口诀，就给他们演练演练。我都说不全了啊，您就说头几句就行。
他脑筋好点儿，要我他不是他因为啊，那书呢？不用说书，不用说，他为什么呢要这么着成了八部口诀？这挺棒的这个。他这个八部口诀上，为什么他头一个衣服你浇油的时候，拨瓦亮看烈火，你浇油就是拨这个，哎，拨这个，对，让他得动。这是同套的，这里边镶着这是这个乌金的，它完了热补上的。如果这要活了，这就完了。一波是一波瓦亮，一波瓦亮就是看那个亮，看能不能动，哎，看它能不能动。它有一个横动圈，或者这么着撬一下，一拨，这么着一拨，它这个瓦来回来去的动。对。拨开以后，拨开瓦亮看烈火什么这个，拨开瓦亮，拨开以后，往这边拿手电照一照，对，看一看这个有没有油膜，对，有没有裂纹。完了之后呢，浇油实际上不用这个，对，浇油实际上是不用这个王八壶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它是一个王八壶，你知道吗？温度，对，手术温度还有油膜就是这个，拿手一摸，对，拿手电一照，看看油膜，这手一摸这一照，这个是头，这是头2句，知道吧？你接着往下念。插进油堵，再哎，把这油堵，这油堵拿面丝擦干净，完了之后就开盖，开盖以后，松盖要哎，你松盖要看活不活，就这个就是说太拧松了，它容易跑丢了。不是松盖为什么要看活不活？松盖的时候，如果它活没松，证明上来接班的时候没给紧好，没紧，留活了，对，没紧了，它活了，必须得紧好，必须得紧好，不紧好跑车容易丢。为什么松盖要看活不活？你松活了，你得找师傅说上班那谁没弄好，我这都玩家伙，他找施永明去了，找施永明算哎，松下盖来，上边松下盖来，口朝上，把这个口朝上，往旁边一搁，哎，然后呢，拿面丝把这油口窝，它里边有一小窝，把它擦净，然后擦净油口窝，搁一边，检查油耗是多少？哎，检查油耗知道，它是1里5毫最适合。对，它这就只能看到里边了，看油耗有多少。然后还有反拧油管用力晃，哎，油芯子就是。对，里边这个里边打开以后，里边的油芯子有油芯子，这么大油芯子，上面跟酒盅似的。捏住以后，反方向拧啊，完事晃一晃，看它活不活。发现油管活，哎，油管活了，就跑散架，拔出钢针，仔细看就是拔出钢针一看，长短对，粗细长短规格。拔出来以后，之前活动，看它是不是亮。哎，看一看啊，就是这个粗细长短要规格，看一看是一这合不合，因为它合着它得跳，它上下跳才能往下揣着给油。就那跳才给油。哎，对，往下跳才给油呢，因为它这个东西是这么动的，不是上下，咣当上下动嘛，所以它得跳才得给油呢。对，它就是这么一东西。咱们副司机给这个目的就是实际干的就是这么一活。蘸油滴在油管内，拿钢针蘸着油在油管里，看那油管流不流油，往下渗不渗？对，往下下不下，不下就堵了。对，给油管下2毫米，防止多少出岔。对，哎，完了之后都合适了，拿开王八油壶，忘了浇油，是吧？忘了浇油不能浇太多。不能啊，第7步低于2毫米，给油管下2毫米。哎，对，给油管下2毫米，防止多少出差错。哎，对，你多了以后啊，它从真空它掉不下去，少了呢，它油量不足，不能倒太满，也不能倒太少。然后就井盖做到3预响，防止打空油堵活。对，8步操作执行好，经常保持量油膜。对，这这一套打空操作打就是这东西。哎，这要能打开，就能把那个提了出来，往上看一看。啊，我估计要打开里边不见得生锈，它里有油。里边有油，它这个油管咱们是就150长，它的油管上面有一个19的，跟那螺母跟酒盅似的，是空心心眼的。对，空心眼的。对。哎，咱们的钢针呢？除此以外，对，这其他的油堵是一个标范，其他的全这样，类似于这样的油堵，对，是一种方法，浇油是方法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72年啊，凡是属于带铜瓦的这种转动的，360转动的，全是这种油堵。72年第487号。好家伙，我们跑车那阵儿时候，就是火车头这地儿都亮着了。那年参加给油比赛，是啊，天天参加分军陆军给油比赛，我去的吗？对呀，回来奖励个2.5的名额涨工资嘛。给您涨多少钱那是？那阵儿2.5就是他那阵2.5就是100个人给2个半人涨工资，
你想全机务段能当几个人？每年奖励250，那7几年。这是一个副司机的一大活啊！这种活绝对是副司机的大活。这个油壶干嘛使的？它不是浇这地儿使的，对，它是浇这地儿，往这里旅游。对，知道吧？这是什么大轴托板底下它要给油的，它是靠斜铁，这是个斜铁，它就是斜讲真装的。这直接铁浇油往这边接班以后往这地儿旅油，它不是往这地儿浇油，就往这个油壶往这地儿浇油的。真热。摩科窑这儿还有一个油桩，也是往这儿浇油的，是干这使的。这个。对，哎，这是直斜铁往这直斜铁上浇。前进那是压油堵，前进啊，完了以后前进的这是那种5步操纵法，压油堵5步操纵法。对，哎，它是有5步操纵压油堵了，它是那个黄油，咱那个所谓是黄油。对，那叫小软。对，到后边叫小软，实际就叫20花木，是吧？20花木。哎，对。过去没有20花木，哪有那么好的油啊？过去就是黄油。啊，黄油20花木，它里边有碳粉。对，那20花木是后来是进一步了。啊，黑色的那。哎，对。20花木。开始咱们浇的是黄油。那个一般像接班像这滑铁在这儿稍微给它抡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注意不要碰到这地方，因为它沟背杆是烫的，相当烫。好家伙！哎，那个徐叔，您还记得怎么检车吗？就是看走行部。这检车所有的，我想让徐叔比划比划。这个您这个部位，拿您这个拿您这榔头，您这个锤子，您过来，您站这儿，您扶着我，您扶着我。您扶着我，您过来。哎，您那个照在螺丝上啊，拿您的榔头，您给敲2下。哎，这敲啊，我这个都得敲。对，只要是螺丝，这都得有螺纹有螺丝全敲。有堵也得敲，看松不松。对。哎，我不说那个没劲儿。这连缸子看有没溜纹，这都得敲。对，你还得跟他说往哪方向敲。哎，这态度敲，看看活不活。这敲是顺时针往紧了敲。敲不行。对。顶敲。啊，您不能往松了敲。敲我跑他妈的。你往松了敲，本人他妈不松，给敲松了。敲是吧？这拿锤子就是干这个。对。敲还有一个是什么知道吗？敲一是看松不松，实际上看并不重要，听的是声。老司机敲是听声，敲这一听看出来，你这有一敲这声要是松就能听出来，看出来，它这螺丝松。它要是不松的话，它是当的。你要松啪啪的。你要敲螺丝，一碰它噗的，这个它就不紧；一敲当，哎，这是紧。你像这个母一敲，它不是声音不对，它就是松，是吧？为什么又带尖儿了呢？你这么一敲，它松，不对劲儿就可以试试。这一动啊，松了。就这个看车还挺重要。你接班人家没教好，副司机浇油没给好，你跑车你没看出来，跑车丢了，你丢了就是你的问题。你像比如说刚才给油这个一拨瓦嘞，看我这活嘞，因为什么？它这个瓦套这个铜套它是活的，哎，往里一拨，它有一定的间隙，哎，能看看裂没裂，哎，油膜好不好，这能看出来。哎，这你开车你拿这锤子干嘛用啊？也是，到时候该拨也拨看看活不活，哎，油堵松没松，螺丝松不松，都得看出来。我们是蒸汽机车，末代皇帝，我们啊是蒸汽机车，在关沟道的最后一批司机，就是蒸汽机车能开车拉车下山的，我们是最后一批司机。拉，尤其是拉货车、重车下山，你们这属于最后一批。我们这批还有不能拉的呢。那点多了，不能拉的多了。你们这期不能拉的太多了。喜儿头弄不看庄下不来。不看庄给车间打电话，到时候叫指导上去，是不是？樊继生啊，对，樊继生是咱一樊继生就这点。樊继生不是，杨志荣不是，杨志荣跑不了沟里头。杨志荣比我晚。杨志荣沟里头蒸汽人。验收室那老赵他都跑不了沟里头。跑不了沟里头。跑不了沟里头。
没有别的了。啊这上不哪就这是这个过去啊，这个过去这儿都是有点假假牛逼，那这都过去假是假牛逼，那真正比赛啊，比赛的时候一定要骑着这个骑拐走。技术不错。对，他本身的就是技术不错，但是他技术不错，他没出什么大事。那是过去要使这锤子的时候，得到这儿来以后，先说，你现在说这是什么轮儿？你要比赛检查，你比如说现在说这个深刻动轮是吧？第三动轮的下部、上部各类杆管下的瓦螺丝检查，非得这么说。高获奖是安静处张主任眼睛还有点毛病。高福阳玩1T6下山，货车下山不是客车啊，他是最牛逼的。客车甭讲，客车甭说，就是货车他下山真牛逼，我亲眼瞧见过。我说他总工刚我亲眼瞧见，家伙，我们上课一班咱们前进的总工真有啊，这在这儿上山走着车。徐师傅，您有多少年没摸车了？就知道现在多少年多大坡？先锋3辆40年没摸车40年了，得有。对。要从他这岁数算，真得40年，40年都多了。您这个从机油段退下来有40年吗？不到，没有30多年。 90几年退的，我85年85年，30年了，30多年。 65年，95年，05年，总共31年，你上班的时候他就干教育。对我上班的时候，这就当教育了，就当老师了。我上班的时候，运转没有教育，运转就有个钳工老师，谁呀？张二虎都不是，钳工老师姚瑞芳。姚瑞芳对姚瑞芳，哎，87的姚瑞芳，姚凤龙他爸爸，姚凤龙的爹，哎，姚瑞芳，姚凤龙没考上副司机，要一直看我嘛。对，张二虎那阵儿带这个带咱们的运转，老是什么写画呀，或者吴广义跟着他学嘛，就是搞宣传的。是，他写的好，画的好，那字儿写的是漂亮，你别还不说。就咱这吧，真是够3代人了。没就3代人。我搞竞技比赛的时候，谁呀？第一批司机谁呀？胡云祥、于占水，58年的。你给这点一样。他们都那个一卡家第5动轮上过，各类杆管卡子瓦螺丝检查。他那阵儿那阵儿蒸汽机车考司机那跟打仗似的，那家伙。后边竞技比赛参加陆局，我跟谁一波啊？毛文号司机长马国顺，后边他在青年号906嘛，我跟他一波。你晃多少年啊？是。哎，我去保定这一圈啊，前进，这车我使的少，我使最大前进的多。这一圈咱们应该敲的螺丝2700多条，1700多个。哎，这司机接弯不干别的，就是拿锤子敲，什么都不干。你看这些油堵，还有那些油盖，还有后边的所有的螺丝都得敲，后边的轮毂踏面也得敲，这轮毂踏面拿锤子叭一弹，能弹起来，那声音啊是吧？要发闷了，轮毂就有裂的了。啊，轮毂呢还不能看，得看轮毂这儿有置换标，这都是也不是一体的，这是镶上去的，镶上去以后呢，这儿一置换标，如果过热的话，这轮毂就活了，这儿一置换标，这黄的，那么宽一黄的置换标，哎，它一错位，这轮毂就不这车就不能使了。机务段活轮到集运关车站一看，那是刘志海，好家伙，下山一看第一大轮，好家伙，错了有1尺来的，错了位置了。主要是看就第一都不下水嘛，有没有擦伤？对，看擦伤有没有擦伤。这个迟缓线呢，看看有没有迟缓，它活没活，它活了也不行，这都是热压进去。哎，看这轮儿，哎，轴呢，看这个轴心有没有透油，哎，这都得看。要看弹簧，得爬里头去。哎，弹簧要爬得上边看，下边看，看主片主要是。要说操纵啊，也可以说，这机务段也得说出这招。你看搞试轴都是我试的，试多少定多少吨，上山顶多少，都是我试。是吧？比如说上山的大车，定450，
550， 450，咱们前进450，雨天减5减5%，那就是405。上山你不行，我能顶上去，然后我老超轴。这点徐老这个没吹，我那阵我就老超轴，这点多点多少吨多个车没问题，顶上去走不动了。一般的他就上不去，都一个车，哎，我能上去，他上不去，这什么问题？这就说明一个技术啊，你这操作技术跟不上就不行。对，啊，你内燃了这就好办，内燃搁几档就是几档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蒸汽机车就不行，你的跟不上，技术跟不上，你就上不去。你上山我没闹过坡顶。他们还都是我考出来的。那阵不是往想讲话，那种有点偏向王明森，真有点偏向他。这帮徒弟们都挺棒，一个个都挺要强。那搞竞赛去，这几个都是选手。要没说我这得意徒弟是王明森，那给油生他是得意的，这个也是。这他是理论方面好啊，对，哎，规章制度是他来，哎，给油什么是他来，真是背记规背的一个字都不带落的。你又说错，不是一个字不来了，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。对，是。轮毂轮网无裂纹，往上加上顿号，浮板浮条不松弛，句号。徐师傅当时是665的 C 长。我在那个当司炉的时候，当副司机的时候，都跟徐师傅搭过班。反正我那阵当教育就是有点严，哎，你又调皮捣蛋这个，你考不上，绝对考不上。我们本来我们就是考试的时候，你像北四要考4站的话，我们一般考2站，就一般人家老师一看，哎，差不多是那个意思。得了，考2站就完了。徐师傅徒弟有关系吗？就考你2站？这个没有关系，这还是自己操作的问题。我上山的时候就考1站，我们应该考2站，就考1站。我考试是学生，要考上这，我就敢说，拿出去就能钉个，个钉个能干。哎，那不像那个考完了，考上司机了，我开车不行。啊，我没那个徒弟，我考完，哎，考上3个班吧，我考完3个班就单独了。徐师傅教给咱们下山撂宅一定要早撂少撂，迎着速度撂，是吧？哎，早速，哎，我早减，追加保险，早减少险，啊，追加保险，你别老放挺快，哇，我是咋挺狠，又崴了，又走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车站他就知道，一说是老徐的班，徐师傅班，行，多给他编点，多点吨数没问题，别人不行，他行，连调度所都那样。哎，应该开这趟前面这次列车前面不应该开车，怕耽误列车，哎。你说是谁？老徐是老徐，啊，徐师傅行，让他走，他影响不了，这就是信誉在这儿。你到时候老影响，你到时候就跑不动的，你麻烦了。这跟着徐师傅反正挺踏实啊，因为你这个上山的好坏呢，主要是你这个，当时我们副司机司炉不就负责烧火吗？你这烧火呢，你这个跟这个。司机这个操纵有很大的关系，司机操作的要好呢，我们这个轻省点，省点劲儿。啊，可我们那阵是你弄坡停翻炉，咱没翻过炉，没坡过停，翻炉黑炉。这你怪烧火的不行，你这开车有很大关系，到时候你瞎跑。我手把放挺低，完了把炉子给做翻了。气门手把配合不好的话，你打空转，你打空转的话，老打空转的话，速度一下就下来了，你就走不动了。我们当时啊，徐师傅教我印象最深是考操纵的时候，下山徐师傅讲话，
一定要千万要胆儿小。如果不胆儿太大了，这个下山可不能胆儿大，下山要胆儿大了可就麻烦了，一定要胆儿小，因为它关沟段战线都特别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个就是老师傅这些老的经验，人家徐叔他们过去人家开车到哪儿耳朵听就到哪儿了，说到白山头了，该添火了，火就该添火了，过洞子了，你知道吗？过军官，咱们军官洞子，咱们当年我给连庆烧火的时候，他边堵边错了。等于机后的第一位，养蜂的，100多箱蜂全烫死了，就俩空转，还100多箱蜂，你知道吗？温度相当高，所以说这个人家老师傅就走到哪儿听声儿。下山的技巧主要是一个是你当副司机，你跟着师傅一边走车一边悟性好，那边瞭望你就知道，哎，该缓了，你认为该缓解了。结果人师傅就在那儿缓了，证明你猜对了。说该撂闸了，哎，师傅撂闸了，就猜对了。哎，就是悟性好，你知道吗？下山全凭这把闸，如果这把闸要撂不好，下山那就一个是列检人员不干，多换闸瓦，对吧？另外也特别不安全，你超过25公里那算危险速度下山关沟段，那叫放羊了，绝对不能超过25公里的速度。过去使蒸汽。开车技术讲究，为什么今儿我听王世强一说，我愿来的，跟蒸汽特别有亲。开车要讲技术，就得说蒸汽，就得蒸汽机车，那叫开车的，那叫电车呀、动车呀、内燃车，那就是比着谁胆大谁招呼。哎，你蒸汽就得要技术，你技术这个人技术这把闸应该在哪儿使？我应该一把闸我要定在哪儿？是吧？过去那蒸汽车进站上水对水行，那阵儿是咱们区间一般讲究是3把闸、4把闸，是吧？你有的那个不会的那司机，这一个区间10把也是他。一会儿停，一会儿停，一会儿停，一会儿缓，是吧？检车也有意见。对。连4员都有意见。那阵儿上山操纵还好，就过去那阵咱也没跟人说，就聊天的爸爸范的车，说是操纵比较好。范廷佐，那是我的师傅啊，那是范师傅那操纵的，那是我的师傅，那在日本时期开车的，那是真是有时候人家下山这一个区间1把闸下来，那技术那是我的师傅。徐师傅，您这是名师出高徒啊？嗨。也不能说是名师，反正在技术段来看说，我可以数得了，没问题。这可以说就是万能似的，对，响当当的，什么都行。你还不说，这一说多少年了，我都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能，这也是您老伙计了，您肯定记得清楚。我这老伙计们他们都行了。那个老伙计在家还有徐州事没有？没了啊。那个徐州到那谁那个车都坐对，咱歇会儿。徐师傅上车坐会儿，歇会儿啊。然后慢慢，咱再说着差不多了，都差不多行了啊。非得走稳了，小底走稳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您耳畔是不是回响着蒸汽车哐哧哐哧的这个阀气声啊？当然不可避免的啊，肯定是这些老师傅们大嗓门的声音。哎，这我剪视频的时候啊，还是这种感觉。我记得当时总听徐景春师傅说，哎呀，这一晃多少年了？嘿，可不嘛！您想想这个2016年，什么事啊？您想想这2016年，感觉到现在还没过几年呢。但是啊，这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，徐师傅呢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我呀，真是想念他。虽然他是我爷爷辈儿的人，但是啊，我跟他还特投脾气，一聊火车啊，聊个没完。2018年，我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我的京张铁路摄影展的时候，我还把他邀请过来给大家讲解马来4型机车的故事。现场观众啊，听得津津有味儿。大小都有看啊！切蛋糕喽！哎，没办法，这人啊没法跟自然规律抗衡。
我能做的呀，就是记录这些个历史和故事，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我曾经采访了几十位京张铁路的师傅，他们不只开过不同的机车，还有不同的传奇经历。在此特别感谢曾在南口机务段检修车间担任熔接工作的卢生师傅，他为我引荐了很多位离地3尺活神仙。下次我再跟您分享徐景春师傅操纵马来4型机车运行于京张铁路关沟段的口述历史。希望您持续关注，多多支持我的频道，非常感谢。